Hello，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我想要为各位介绍的是普罗森跟巴斯夫化学所合作的这支叫珊瑚柏的料。那它标榜的是工程料啊，我本来以为它是台湾制造的，因为巴斯夫化学它在台湾是有工厂的。后来呢，我大概仔细看一下，它其实是德国制造的，所以这支工程料呢，它是德国制造的料。然后呢，它官方的影片呢，我看它标榜的是拿来做一些打样，譬如说我看它影片是滑鼠嘛，或眼镜嘛，我今天要为各位介绍，就是说是比较不一样的用法。因为呢，现在你也可以看到有一些玩家他已经开始在做料的特性调整，就是说把两支不同特性的料混合。不过我觉得，可能我们不用去做混合，就可以得到我们想要的了。像下次呢，有机会可能就是会介绍这支料吧，因为我看国外的玩家，他们通常是把这支料跟那支报 8K 的料去做混合啦。不过我觉得可能有些地方可能使用这支就可以了。好首先呢，就是说，因为它影片中的介绍呢是用眼镜嘛，所以呢，我这边我也大概去列印了一个眼镜，就是一些面罩之类的。不过像这个是1:12的，那这个是一些 VTuber 他们会去用的一些配件。如果各位有在看 VTuber， 他们有些会用这种配件。我把它放大一下，各位可能会比较清楚。像这个像我不知道各位这样可不可以看清楚，这个是那个爱心型的眼的镜框，所以表示说这支料呢，它可以去印到这么细，你看这个 VTuber 这个 VTuber 有些 VTuber 他们喜欢用这种，那种带点孔状的那种眼镜，一样。你看印到这么小都还可以用，这个就是1:12用的这种。那其实它原理就是要这样子啦。你去经过涂装之后呢，你就可以帮他们去多了一个面罩。好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可以去做那个印章，这是印章。那当然，这个印章呢，因为我现在只是测试，所以其实如果说你是使用3D 列印的话，你去做印章，你可以去做一些雕龙画凤，或者说中空的一体成型的类型都可以。其实这个也是这样子而已就把上次做的那个字体把它做成印章试试看。你要小的也可以。好，那等一下呢，我们就进入第二个部分。第二个部分呢，就是要去弄这个是我上次印出来的 ABS 件。等一下呢，接下来最后一部分就是说去做机构件，这是机构件。好 ，Hello， 大家好。那现在我们来进行下一个阶段，就是说可动人形的测试。那我会去买这支料，一方面是因为我先前去列印这个 ABS 件。这个 ABS 件呢，它会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说你的曝光时间要抓得很准。如果说你曝光时间抓不准，像你看这个关节，这是比较稳定的哦。那你看这个的话呢，它就会这样子，就是会松脱。然后另外一个问题点就是说，它会像这样，你看它像这个，它关节会很容易磨出粉来。那所谓的磨出粉，不是说表面上那一层，而是说你每次经过摩擦，它就很容易会有粉。所以表示说这个关节呢，它会磨耗，
随着时间演进，它会磨耗。当然了，如果说你这种关节零件，你去给它上一层保护漆再去使用的话，可能会比较好一点。嘿，这就是我使用它类 ABS 比较不满意的地方。不然的话，你看这个精致度其实也已经相当不错了。所以呢，类 ABS 件，我们如果去做这一种的话呢，你看这个，这就是那个模型里面的人形，你去列印这样一整只。其实它的精细度也已经相当不错，然后它又具有一定的韧性，所以它也不会像比较容易断，其实它是不会的。当然啦，我们还是不是很满意啦，所以我自己才去买这支工业料来试试看。你看这个其实就是跟这个是一样，只是说这是工业，就是现在这支3凸白的工业料。好，我们现在就把它组装起来看看。好，这家公司它所出的这个可以列印的套件呢，那个网址我会直接放在那个底下说明栏，各位可以去参考看看。我觉得他做的东西是不错的啦。那这个我是放大成1:24，好，这就是因为先前我放大1:24大了一点点了。如果各位有去看我先前的影片，我就有弄过了。那像这个就是1:24大小的。好，那它原本呢，它是出这种1:35大小的。不过你看这样子，它的稳定度跟那个类 ABS 件比起来，它就高很多了。那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会在结语的时候会总结一下，跟告诉各位为什么会这样子。所以说你看它这个精细度啊，其实因为这个我有调到0.3了哈，所以那个参数我会放在结尾给各位。你看这个，你说这个，因为这个是白色键的哈，那可能相机放大上还是看得不是很清楚。不过其实还是一样，几乎没有沉纹的啦。我是几乎看不到沉纹的，这样其实就不错了。你看，然后你看它关节稳定度跟那类 ABS 键比起来，它也不会这样子，就是会好像会不是很扎实。你看，就不是很扎实，它的反而不会。你看，然后呢，几乎也没有完全没有粉。我不知道各位看不出来，它是没有粉的。所以说呢，如果要做这种人形的话呢，可能这一支工业料呢会比这个类 ABS 件来的更好。所以呢，它虽然说是给你打样用的，可是如果说你用这个的话呢，我觉得它相当于就可以让你输出一支成品了吧。好，那接下来就进入下一个部分，机构件的部分。Hello， 大家好。那现在来进行机构件的测试。现在这次要做的机构件呢，是给这个女神装置用的这个，零件很小。那售屋每一盒呢，可能就是只有给你吧。然后呢，如果说你在网上看到的话，
也有一些类似补品，就是说它出金属的，可是它金属的结构又很简单，所以那个维持度很差，所以你买的那种金属件，你可能会没办法达到你要的要求。所以呢，我们借由 3D 列印呢，我们可以去做出一个替代品。当然这个替代品呢，我现在用那个湖水灰那支 8K 的料呢，它印出来呢就是不是很满意啦。我这次为了测试呢，也去印了2:1的，这就是2:1的版本。因为你看这个零件啊，这个零件来讲，就是说它跟这个脸差不多是这样子。2:1很简单啦，因为售户最近出了这一盒啊，这就是2:1的。这2:1的零件的，那我们这一块零件，你看这个就是2倍大的，用这个呢就可以展示给各位看，说这个东西如果拿来做机构件的效果怎么样？一方面呢，我也会使用这支料做测试，也是因为其实它这支3500，我觉得如果你大概能稍微染色一下呢，就是说去拿它4K 的料去大概染色一下，可能就可以去接近像这种的骨关节的部分的颜色。所以说呢，以一些玩家来讲的话，可能会比较好吧。因为另外那一支料呢，它是黑色的，那另外那支 ONYS 料它是黑色的。现在就让我们开始吧。先测试一下说它的组装部分。那因为我接点都弄很细啦，因为这个只是测试的而已。等一下，这个太紧了。其实如果各位要列印，最好不要像我这样子，因为都把它印到非常非常细，这样的话你失败率反而会比较高。那就大概大型的，就是大概组装一下跟削切一下，给各位看一下它的效果怎么样。因为我觉得它的削切上还蛮像那个削切上，还蛮像我们一般用的那种关节零件。好，你看，就是这样子。然后一样你看它这个在磨动的时候，几乎没有什么粉。我现在目前看是没有，但是我先前在就是说列印比较粗的时候，就是说，因为我这个本来是拿来给那个，就是说公差啊，我让它过曝光，它会变得比较紧的时候，它其实会磨出一层表面上的胶。因为这支料我为什么会这么久才把它拍出来，是因为它清洁上呢，我抓的不是很确实。当然原因我会写在结语的部分。那你看装起来就像这样，你看可动性还不错吧？当然这是2倍大的啦我们主要还是要给这个来使用。我就小型的已经装好了，我就装给各位看看。其实收入的这个女神装置，市面上有蛮多不少那种改装套件，可是它给你的改装套件通常是属于外观件居多。因为其实如果你有去看日本的一些先前日本人在玩3D 列印的时候，他们的进程来讲的话呢，他们在关节的部分呢，几乎都是使用那个螺丝。
这是因为当时的材料还没有到达现在这种水准。可是现在3D 列印的材料已经进步到现在说，越来越像我们现在的塑胶。当然，塑胶射出也是在进步啦。好，你看这就是它原始的零件。好，那现在用我们这个列印出来的，大致先装一下就好了。好，大概就这样哦。你看，这是它原始的，那这是我们所列印出来替换的。那其实这个就是2倍大小的。啊，当然新的女神装置它的这个里面的那个机构件就有改变的啦。这个只是说，如果说你有一些缺损的，可能可以用这个来去替换一下，或者说你有一些外观件的改装套件，那可能用这种东西是不错的。就大概介绍给各位看看这支料的一些其他不同的应用。好，等一下我们就大概来上色一下测试。Hello， 大家好，那现在让我们进行最后的上色测试。那我大概先上一下了啦，大概像这样子。接下来我们就涂其他种颜色试试看。那有机会的话，再去做整个物件的上色。今天只是说大概先测试一下。不过我觉得跟先前所测试的那些来比起来都一样。如果说你用了这些水性漆料呢，你不用去做什么上什么底漆啊，测试了几次之后发现都可以直接就可以上色了。哦。
大概就这样吧。因为其实水性涂料你还是要多上几层啊，这样它颜色才有办法出来。但这个颜色好像怪怪的。上色后呢，你要去看它到底它精细度到底怎么样，其实应该也比较容易看到啦。其实以 3D 列印件来讲的话，几乎没有沉纹啦。你看我刚才上色这个手，这个是几乎没有沉纹。随便乱涂也没差。好，那最后就把它试一下，说到底它的附着力怎么样？还可以啦。我只是大概上一下色而已哦。嘿，我没有让它完全干燥哦。就这样子了哦。所以如果说是列印一些想要来做涂装练习的，应该也是不错的选择。好，以上就大概是涂装上上色的介绍。那等一下就总结喽。Hello， 大家好。那现在让我们做一个简单的小结。那我觉得它跟类 ABS 的料比起来的话呢，它的那个曝光的时间的容许度比较大，就是说，因为它官方给的参数是9秒啦，可是你如果说你下降个一点点哦，你会发现印出来的东西其实没有什么差别，所以表示它的物料的稳定度是比较高的。嘿，然后再来就是说它的味道比较淡。我一开始在印的时候哈，我想要奇怪是不是我鼻塞还是怎么样，就是它比较没有味道，所以我后来就把它盖子打开，然后呢去做了一下测试列印，想说这样是不是跟那个其他制的料比起来，它味道比较淡。不过呢，有时候气味哈是厂商为了要你注意通风去做设计的啦。它只是要你注意通风啦，那也有可能是因为这样子，所以它的味道是把它设计的比较淡一点。然后呢，它具有韧性，它不会断裂，就是说跟那个 ABS 那支料比起来的话，它比较有韧性。我是问过客服，他说一开始可能是软的，可是过几天完全固化以后，可能就会比较硬一点。好接下来就是说，这个也是问客服的一些，他跟我们大概讲的啦。他说呢，这支料呢有可能会黄变，就是说，可是黄变的话，你可能过个1-2个礼拜就会退回来了。你如果一开始你要完全避免说，照射下去不会黄变，就是使用405 mm 的那个去进行2固啊，那你照射上它就不会黄变的，完全不会黄化。
我觉得这一点是比较讶异的一点。清洁上我觉得会比较困难一点，可能是它具有韧性的料，它本身会比较软一点所以因为我没有去买95%的酒精或是那个 IPA 99% IPA 那个，我使用的大概是比较基本的清洁料，然后我发现它清洁完之后，表面上会有一层黏黏的胶那一层胶有可能是因为没有完全固化的关系，因为我问过客服，他说这支料你虽然让它成型了之后，可是它真的实际上它里面的树脂要完全反应完，可能要放个几天，呢，表面上就比较不会黏了实际上我在测试上，实际上真的也是这样子啦。你放个几天之后，它的表面上比较不会黏。可是我觉得，如果说你一开始清洁上你觉得会黏的话，可能要用刷子大概刷一下吧。不过这是我自己个人测试的一些过程不一定代表是正确的啦。只是说，我觉得它跟那几只像那湖水灰 8K 那种完全硬的来讲的话呢，它一开始的时候清洁的过程，我是觉得是比较麻烦一点点。当然也可能是我要放个几天会比较准确一点好最后呢就是这个啦。我后面呢去把它调到0.03，就层高去把它调到这样子来测试。那很多资料其实它没有标明说到底你的层高能够印到多少啦所以这个是可以去测试的。只是说我后来想一想如果拿到一支新的料也不要把它搞得太复杂，因为像我会去用这个软体主要是因为它有2段数可是如果说你一开始你就把它调2段数，反而会增加失败的机会所以最好呢，如果说你是刚拿到这支料，其实你只要去调这3个参数就好了，其他都不用去调，就照官方的去做就可以了。我觉得这样反而会比较简单一点不用搞到太复杂。因为不管怎样，你买3D 列印机，你希望出来的东西就是要漂亮嘛，就印出来的东西要漂亮不要失败，因为你失败有时候你还要去清理那料槽，其实蛮麻烦的。以上就大概是我对这支料的一些自己使用上的一些测试的一些心得啦，提供给各位参考。